Birkestone 最速降线。大家好，这里是一期数学课，我们让学习变得简单快乐。今天我们来探讨最速降线问题。学术界采用希腊语 Birkestone 代表最速降线，其中的 Birkestone 表示最短 ，Cron 表示时间。最速降线是近400年来科学界的启发式命题，因其在被各路大神不断解答的过程中，触发了理论升华，衍生出泛函分析、最小作用量原理等研究体系和普适规律。回看这个经典命题，它是讨论仅在重力作用下，一个质点沿着红色轨迹从较高的 A 点运动到较低的 B 点，运动轨迹是何种曲线会使所用的时间最短。这个问题最早见于1638年伽利略的《论两种新科学》，他认为该曲线是圆弧的一段，但彼时并无严谨的理论证明。直到58年后的1696年，约翰伯努利证明了此曲线为摆线。同时，他也邀请了牛顿、莱布尼茨、洛必达，甚至自己的兄长雅各布·伯努利来求解此命题。这些大神用各种精妙的方法得到了一致的结论：最速降线是摆线的一段。在探究此命题之前，我们向先贤往生们致敬。至少要知道，你用5分钟背下的公式定理，他们可能用了10几年甚至一生的时间在探索琢磨。伽利略，意大利物理、数学、天文及哲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英格兰物理、数学、天文、自然哲学家及炼金术士；莱布尼茨男爵，身为律师的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洛必达侯爵，法国数学家、世袭军官；约翰·伯努利的学生雅各布·伯努利，约翰·伯努利的兄长，最早使用积分术语；瑞士数学家，巴塞尔大学教授，巴黎科学院院士。既然摆线是最速降线，那么何为摆线呢？如动画中展示，圆形沿着直线滚动，在此过程中，圆周上的一点所形成的轨迹就是摆线，它是旋轮线的一种，也称圆滚线。在研究最速降线的过程中，会产生众多备选路径，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曲线。在这些曲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消耗时间最短的呢？我们分别以物理和数学2种方式求解最速降线。无论使用哪种方法，我们都需要知道质点在某一位置时的瞬时速度表达式。计算表达式过程很简单，结合最速降线的前提条件，质点仅受重力作用。那么根据能量守恒，势能转化为动能，我们就可以得到瞬时速度 v 是根号下 2gh， 这里 g 为等式1，后面会用到。完成准备工作后，我们先用物理方法解答命题，前提是我们假定摆线能满足命题，过程中的所有分析基于费马原理，也就是光线传播的路径是时间最短路径。探索未知领域，初始阶段都需要猜想和原理，而费马的诸多猜想或者原理，总能以精妙的表述激发学者们的灵感。在最速降线问题中，费马原理就精准指明了思考方向。既然光路最快，我们不妨假设质点就是沿着光路运动，这样它就能以最短时间到达终点，同时运动路径也满足光路特征。我们的思路是，假如摆线能具备光路特征，则质点就会沿着摆线最快到达。我们要做的是比较摆线和光路的几何特征，如果相同，就可以得出结论，摆线就是最速降线。首先，我们来瞧瞧光路有何特征。我们可以想象，光线在经过无限层介质表面时发生折射，从而形成一条平滑曲线，这也是一种积分思想的体现。运动质点的瞬时速度方向就是曲线的切线方向，而质点的瞬时速度方向与假定介质表面的法线形成的夹角，即可视为光线折射时的入射角西塔。翻译成人话就是，光线因连续不断的折射，进而改变传播方向，形成一条平滑曲线，质点沿着该曲线下落滑动，用时最短，这就是最速降线。同时也满足前面叙述的费马原理，这条曲线是光折射形成的光路。我们就来比较摆线和这条光路是否具有相同特征。
光线在发生折射时一定会满足斯涅尔定律，即入射角的正弦与介质中的光速比值是一个常数。再来看看摆线会不会也满足这个特征。在如图所示的摆线轨迹上取一点 P， 在 x 轴上取 P 的瞬时旋转中心 C， 以 C 为圆心， CP 为半径做圆。再过 P 点做此圆的切线，交摆线圆的直径 D 于一点，构成光线折射时的入射角 θ。同时，这个角 θ 就是质点沿着摆线运动时，以水平方向为起点的旋转角度，后面简称为旋转角。则根据图像中的三角函数关系，得出运动质点的数值下落距离 h， 也就是图像中的 y， 与摆线圆的几何数量关系。而前面提到光折射时满足斯涅尔定律，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得到等式2。根据之前的分析，得出如图4中所展示的质点的下落距离 y 值，代入计算后，整理得到等式4中所示的数据关系。从之前的论述可以知道，摆线中的旋转角，或称光路中的入射角，这个角度 θ 的正弦值与下落距离 h 的平方根比值是常数。质点沿着摆线运动的瞬时速度，在此命题中就可以被看作是斯涅尔定律里的介质中的光速 v。 所以对于摆线，由等式4代入等式3后推导出的数量关系，同样符合等式2中所展示的斯涅尔定律。这也就证明了摆线和光路有相同特征，即摆线可以作为现实中的光路替代曲线，也就是最速降线。所有关于物理方法解决最速降线问题的本人思考论述内容已经全部呈现给大家了，欢迎关注黑秒一息频道。如有更多见解，期待您留言跟我一起讨论，我们共同进步。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回再见。